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你家孩子学校发的那台电脑，可能很快就变成古董了。谷歌近期宣布 Chromebook 这个品牌正式退役，15年历史，全球教育市场的统治者被谷歌自己亲手杀死了。替代品叫 Google Book， 一台从操作系统到鼠标、光标都内置了人工智能的笔记本电脑。你摇一下鼠标，人工智能就会读取屏幕上的内容，自动帮你做事。你在邮件里看到一个日期，它帮你建一个日程；你看到一张沙发的图片，它帮你放进你家客厅的3维模型里看效果。鼠标变成了人工智能智能体，这听起来像科幻电影，但谷歌说今年秋天就出货。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先说 Chromebook 是怎么统治教育市场的。2011年，谷歌推出 Chromebook 的时候，它的卖点只有一个：便宜，$200一台，开机5秒，所有东西都在云端，不需要装软件，不会中毒。对学校来说，这简直是天赐的礼物。之前给学生买一台 Windows 笔记本要$500-600，IT 部门还要花几个小时装软件、设权限、打补丁。Chromebook 打开就能用，坏了换一台。美国的公立学校疯狂采购，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 Chromebook 已经占了美国教育市场60%以上的份额，全球出货量超过4000万台。谷歌用一台便宜的笔记本电脑，把一整代美国学生拉进了谷歌的生态系统。这个策略跟当年微软在中国免费让人盗版 Windows 的逻辑一模一样，先让你用上，等你习惯了就离不开了。一个在小学用谷歌文档写作业的孩子，大学还会用，工作了还会用。Chromebook 不是在卖电脑，它是在培养用户习惯。但 Chromebook 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太弱了。Chrome OS 本质上就是一个浏览器套了一层壳，你只能用网页应用，不能装专业软件，不能做视频剪辑，玩不了大型游戏。对小学生来说够用，对大学生和职场人来说完全不够。Chromebook 在消费市场一直打不开局面，它始终是一个学校电脑的定位。谷歌试过很多次把 Chromebook 推向高端市场， Pixelbook $1000， Pixel Slate 平板$800，全部失败。消费者不愿意花大钱买一台只能开浏览器的电脑。谷歌甚至在2022年解散了整个 Pixelbook 硬件团队。Pixel Slate 平板在亚马逊上的用户评分一度低到3颗星。这些失败让谷歌意识到 Chrome OS 本身就是天花板，你不可能在一个浏览器操作系统上建一台高端电脑，地基不对，楼盖的再漂亮也不行。所以谷歌做了一个决定，不修了，推倒重来。Google Book 运行的不是 Chrome OS， 它运行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谷歌内部叫 Aluminium OS， 本质上是 Android 17的桌面版本，融合了 Chrome OS 的浏览器和生产力工具，然后在每一层都植入了 Gemini 人工智能。这意味着 Google Book 可以运行所有的安卓应用，谷歌 Play 商店里的几百万个应用全都能用，同时保留了 Chrome 浏览器的全部功能。你的 Google Book 跟你的安卓手机无缝连接，可以直接访问手机里的文件、照片和应用。但真正让人兴奋的不是操作系统，是鼠标。谷歌跟 DeepMind 团队合作，开发了一个叫 Magic Pointer 的功能。你摇一下鼠标， Gemini 人工智能就会激活，它会读取你鼠标指向的内容，理解上下文，然后给你建议或者直接帮你执行。比如你在看一封邮件，里面提到了下周3开会，你把鼠标摇一下，指向那个日期， Gemini 会自动弹出一个选项，帮你在日历里创建一个会议邀请，预填好时间、地点和参会人。你不需要打开日历应用，不需要手动输入任何东西。再比如你在网上看家具，看到一张沙发，摇一下鼠标， Gemini 会问你要不要在你的房间里看看它放在哪里合适，然后用增强现实技术把沙发放进你家客厅的实景照片里。这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住在你的电脑里，这是你的鼠标变成了一个人工智能助手。
微软的策略是把 Copilot 放在 Office 套件的侧边栏里，你需要主动去问它。苹果的 Apple Intelligence 整合在系统通知和 Siri 里。谷歌的做法更激进，它把人工智能藏在了你最常用的交互工具里，鼠标、光标本身。谷歌的笔记本和平板高级总监 Alex Kusher 说， Google Book 不是 Chromebook 的升级，它是一个全新的品类。但欧盟已经在准备给谷歌泼冷水了。根据数字市场法案，欧盟可能会要求谷歌在 Google Book 上允许用户选择其他人工智能助手，而不只是 Gemini。 这意味着在欧洲市场， Google Book 的用户可能可以把 Gemini 换成 ChatGPT 或者 Claude， 这会削弱谷歌用 Google Book 锁定用户的能力。但 Google Book 不是谷歌这次最大的赌注。同一场发布会上，谷歌还推出了 Android XR 智能眼镜，搭载 Gemini 2.5 Pro， 有摄像头、麦克风和扬声器。你带着它走在街上，看到一家餐厅，它会自动告诉你评分、菜单和等位时间。你看到一个外文招牌，它实时翻译。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忘了一个人名，它悄悄在镜片上显示提醒。这让人想起13年前的谷歌眼镜。2013年，谷歌推出 Google Glass， 被嘲笑为极客的玩具，因为隐私问题被很多场所禁止佩戴，最终惨败收场。这次有什么不同？ Gemini。 2013年的谷歌眼镜只是一个戴在脸上的小屏幕，2026年的 Android XR 眼镜是一个戴在脸上的人工智能。它不只是显示信息，它理解你在看什么，在做什么，然后主动帮你。但隐私问题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就消失。一个戴着能拍照录像的眼镜的人走进餐厅，周围的人会怎么想？ Meta 的 Ray-Ban 智能眼镜已经因为这个问题被很多场所禁止了。谷歌能不能处理好隐私和功能之间的平衡，决定了 Android XR 眼镜的命运。同时，谷歌还推出了 Gemini Intelligence， 一个嵌入 Android 17操作系统底层的人工智能代理层。它不是一个应用，而是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它可以跨应用执行任务，比如你跟它说，帮我订明天飞纽约的机票，选最便宜的，然后告诉我妈我明天到。它会自己打开机票应用，搜索航班，完成预订，然后打开短信应用给你妈发消息。这是谷歌36亿台设备生态系统的一次全面人工智能化。手机、笔记本、平板、眼镜、电视、汽车全部运行同一个人工智能操作系统。谷歌把这叫做 Gemini Intelligence。 你在手机上跟 Gemini 说的话，你的笔记本知道；你在笔记本上做的事情，你的眼镜知道。所有设备共享同一个人工智能大脑。苹果的生态系统靠的是 iCloud 和 AirDrop， 谷歌的新生态系统靠的是 Gemini， 一个靠文件同步，一个靠人工智能理解。对你意味着什么？第一，如果你家孩子的学校用 Chromebook， 不用慌。谷歌承诺现有的 Chromebook 会继续收到安全更新，直到它们的生命周期结束。部分设备可能可以升级到新系统，但长期来看，学校会逐步换成 Google Book。 问题是价格。 Chromebook 之所以征服了教育市场，就是因为$200一台。 Google Book 被定位为高端产品，谷歌没有公布价格，但业内预计最低也要$500-600。这个价格对学校来说翻了2-3倍。谷歌必须推出一个教育版的低价 Google Book， 否则它会在自己最大的市场上给微软和苹果留下空间。第二，对微软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Windows 在教育市场已经被 Chromebook 打得很惨了，现在 Google Book 带着人工智能来了。Windows 的优势能装专业软件正在被安卓应用生态追上。微软的 Copilot 加 PC 策略必须加速，否则会丢掉更多的市场份额。第三，苹果的 MacBook 仍然占据高端市场，但谷歌这次明确把 Google Book 定位为高端产品。它不再跟$200的 Chromebook 对标，而是跟$1000以上的 MacBook 竞争。苹果的护城河在于芯片性能和生态系统的封闭性，
但如果谷歌的人工智能体验做得足够好，一些用户可能会被吸引过去。第四，对硬件合作伙伴来说是利好。宏基、华硕、戴尔、惠普、联想全部参与 Google Book 的首发。这些公司的笔记本业务在过去2年因为个人电脑市场低迷而承压，一个全新的产品品类可能刺激换机需求。第五，也是最深层的影响，人工智能正在从一个你主动去用的工具，变成一个住在你所有设备里的隐形助手。你不需要打开一个应用去跟它对话，它就在你的鼠标里、你的眼镜里、你的手机里，无处不在。这对职场意味着什么？之前做过一期人工智能裁员的分析，当时说的是人工智能在替代重复性的工作。Google Book 和 Gemini Intelligence 把这个威胁推进了一步。以前你需要会用 Excel 才能做数据分析，以后你只需要告诉 Gemini 你想知道什么，它替你做。以前你需要会用 Photoshop 才能修图，以后摇一下鼠标就行。工具越强大，操作工具的人就越不值钱。值钱的是知道该做什么的人，而不是知道怎么做的人。这个趋势在加速。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代码 JOOG 目前股价大约389美元，市值超过4万7千亿，是全球市值第3高的公司。过去1年涨超过130%。谷歌云上个季度收入增长63%，增速在4大云平台里排第1。Gemini 模型的用户数已经突破了3亿5千万。这些产品发布不是实验，而是谷歌把36亿台安卓设备全部接入人工智能的战略执行。谷歌在2011年用一台200美元的笔记本抓住了一整代学生，2026年他想用人工智能抓住所有人。Chromebook 教会了一代人用云端工作， Google Book 要教会下一代人跟人工智能一起工作。区别是上一次你学的是怎么用电脑，这一次电脑在学怎么用你。3家巨头的人工智能电脑之战已经正式开打。微软有 Copilot 加 PC， 苹果有 Apple Intelligence 加 MacBook， 谷歌有 Gemini 加 Google Book。 3条路线，3种哲学。微软把人工智能放在侧边栏里，让你主动调用。苹果把人工智能融入通知和 Siri， 让它被动响应。谷歌把人工智能塞进鼠标光标，让它无处不在。谁赢不知道，但输家已经确定了，不会用人工智能的人。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